万一知道呢？难道你还想说蓝忘机恋爱脑？你当蓝忘机没有粉丝吗？是个人都知道蓝忘机多风光霁月，你不是魏无羡粉丝吗？我双蛋不可以吗？那个魏无羡弱弱的开口，耳边一口一个魏无羡，说的又不是自己，很奇怪耶。闭嘴！两人同时扭头，魏无羡当即做了个拉链的手势，闭嘴了，同时也从蓝忘机的事情中回过神来了，下意识想到了自己的梦。先前他一直没把梦中的魏婴和1000年前的魏婴联系起来，哪怕数次怀疑过也没认定，毕竟太扯了。可现在能联系得上了，梦中的人也是带着墨额，一口一个魏婴啊，那个人就是蓝忘机吧？想来那个魏婴也确实是同时期的夷陵老祖了。可是他和1000年前的魏婴又有什么联系吗？不然为什么那个梦纠缠不清？魏无羡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猛地发现方才还热热闹闹的墓室此刻寂静一片，抬头一看，方才还争论谈论不休的众人脸色通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是没有人再说一句话。你们怎么了？魏无羡下意识歪了歪头，疑惑地问道。看着众人疯狂指着自己嘴巴的模样，魏无羡更懵了，又总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，好像经历过。最后还是有位学者在纸写明了缘由，魏无羡才知晓这些人方才突然就开不了口了，很是奇异。那人还问为什么他没有事。魏无羡一摸下巴，眼尾一挑，贪玩的心思涌上心头。刚刚小鬼吓唬他，这韩光君没个影，现在吵闹了些就禁言。哼，传闻1000年前姑苏蓝氏有一秘法，名为禁言术，想来诸位就是受此术才这样。至于我为什么还能说话，会不会是因为你们太吵了？蓝忘机史书记载喜静，而且这10有8九就是蓝忘机的地盘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个猜测，大概是他觉得我和他心上人同名同姓，爱屋及乌，加上我这个人呀，最是乖巧安静了，深得他意。魏无羡大言不惭道，一看就是胡说八道，偏偏没人能反驳他。这人说完还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，末了还一拍手掌，恍然大悟状，晚晚泪倾啊！没想到堂堂仙门名士韩光君竟，众人想要反驳，偏偏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只能在心底暗道：韩光君，这你都不管？他在诽谤你呀？诽谤啊！胡闹归胡闹，玩笑过后，魏无羡就继续观察剩余的壁画去了，边记录边惊叹，这位韩光君还真是雕刻壁画的功夫出神入化呀！画上人虽皆无五官，可单凭那身姿就可想象到画壁上的两人该是多风华绝代。壁画上有两人在古代的学堂处听学的，有两人骑着马背着剑弯弓射猎物模样的，有两人在一个疑似洞穴的地方，一人坐直安抚着腿上入眠的另一人的，有茶楼酒馆间一人制花一人仰头望去的，还有两人对峙的画面。这场景后再无其他壁画了，魏无羡了然，看起来确实不是什么好结局，只是为何会隐隐心疼呢？再往侧边望去，赫然就是致无爱应的字样。扑哧，魏无羡忍不住轻笑出声，在这寂静的墓室中极为清晰，看着众人的目光，他指了指那字道：从这壁画来看，这位韩光君怎么都不像是会画个爱心的人，想来是那位夷陵老祖画过了，这才入了韩光君的心。那问题来了，这夷陵老祖又是从哪里知道这么现代的符号的？穿越？不要用这样见鬼的目光看着我，有这个疑问很正常不是吗？不过现在是得不到结论的了，或许答案在主墓室。魏无羡原本就带着7、8分好奇心来到这座古墓的，现在可谓是上升到12分了，这可太好奇了。这里算是探索完了，可是你们还不能说话，这可不方便立刻出发。魏无羡颇为苦恼地皱了皱眉，可是他真的很想立刻去下一间墓室啊。踌躇片刻，魏无羡歪了歪头，玄学一点。那个韩光君，你在吗？我们着急赶路，他们不能说话，我很难过的，能不能行行好，让他们说话呀？开玩笑，你觉得韩光君会应你？魏无羡呆滞了，他听到了什么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说话呀。那人下意识回答道，然后？你该不会是夷陵老祖的转世吧？那人下意识脱口而出，
你看我像吗？魏无羡扭头看他，露出个天真无邪的笑容。像。魏无羡无语凝噎，大哥，建国后不许成精，哪来那么多神神鬼鬼的东西？那你怎么解释他不禁言你，还这么听你话？那人认定了魏无羡就是夷陵老祖的转世，冷笑一声反驳道：魏无羡做乖巧装，大概是我天生招人喜欢。蓝忘机这位老祖宗看我乖巧，心生几分呵护之情。休整片刻，一行人整序待发，有几人决定留在壁画处收集整理，做好方方面面的考察。告别了留在原地的同事，一行人继续前进。魏无羡走在队伍末端，不断回想起入墓后的种种，心里隐隐有了个猜测。